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揭晓是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些小事来宾，首先要介绍是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珍老师。燕莹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那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现在美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昨天呢，很多人在看这个椭圆形办公室的演讲，拜登出来了。好，这一回呢，他告诉大家为什么他要退选。先来听原话。I believe my record as president, my leadership in the world, my vision for America's future, all merited a second term, but nothing can come in the way of saving our democracy. That includes personal ambition. So I've decided the best way forward is to pass the torch to a new generation. That's the best way to unite our nation. 好，他说他希望呢把他的火炬传递到下一棒下去，这对他国家呢是一个最好的方式。目前真的是吗 ？CNN 最新民调说了，如果他交棒给贺锦丽的话，川普呢49%仍旧是领先贺锦丽46%的。好，可是问题是呢，先前95%支持拜登的人是通通都有转过去到贺锦丽这一边的，而且呢，现在也传出了说是不是跟年龄有关系？35岁以下的选民过去呢49%支持川普，42%支持拜登。好，可是现在换成贺锦丽之后，哇，支持他的人35岁以下反而比较多一点点，有47%赢过川普。到底这个选情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乔治·克隆尼算是很死忠的一个民主党的支持者了，先前呢站出来请拜登为国家好，退选吧。现在呢换了贺锦丽之后，他讲说呢，他要尽一切的所能支持贺锦丽来选出，也谢谢拜登拯救民主。好，贺锦丽其实已经开始他的竞选行程了。第一站呢，他就选了一个摇摆州，同时呢，打川普还蛮大力的。听听他的原话。America has tried these failed economic policies before, but we are not going back. We are not going back. Not going back. We're not going back. We are not going back. 好，他呢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他的竞选行程了。当然呢，很多人对于他有不同的想法，各种的意见都有。但是呢，现在看起来他赢够了足够多的民主党的选举人票数，应该就是铁定获得提名了。他强调自己呢不是由上而下，要由下而上的来赢得选举。但是这些讲法在川普眼里，他怎么说的？他说他叫做激进的左派疯子啦，他就直接用这种比较直接的字眼来形容贺锦丽。只是先前呢，他打拜登的时候用的是年纪，说呢，对方年纪大啦，对方精神状况啊、健康状况有问题啊。现在反过来了，变成他年纪比较大，好，所以接下来想必会是另一种的出招。所以呢，他的讲法就是说呢，他到底是不是，比如说女性一点的政策啊、堕胎政策，又回到一些比较基本教义的问题上头来。至于面对拜登，他则说了他的那个演讲啊，椭圆形办公室的演讲，他几个字啦，叫烂到爆，难以理解。他就直接给了这么明白直白的评论。好，川普现在真的有因为换人而出现任何势头上面的变化吗？本来很挺他的这一位马斯克，有人说他每一个月都要捐14.7亿元给挺川普的政治组织，他马上出来说，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好，可是问题是，现在就民调上面来说，大部分的还是认为川普呢可能领先会多一点点。即便在误差范围之内，纽约邮报就直接讲了，说其实贺锦丽现在呢赢不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主要的民主党大佬奥巴马一直没有donate给他。好，为什么他没有要相挺他呢？内幕报道，原因是说，因为啦，他其实本来
就没有想要来挺贺锦丽嘛。他本来属意的是这个 Arizona 的参议员前太空人凯利。好，可是为什么贺锦丽出现之后他没办法挺呢？据说是因为跟先前贺锦丽他当副总统，他其实主要负责的是边境问题，但他却一直没有去边境那几个州，然后接受访问的时候呢，又常常出错，让大家觉得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跟这些有没有关系？一个问号。另一个呢，则是说了，其实拜登跟奥巴马两个人是有心结的。2016年，当年呢，奥巴马他支持的是前国务卿希拉蕊，后来被川普打败了，对吧？好，那个时候其实拜登就想选了可是奥巴马不给他选，甚至4年之后呢，他要出来选的时候，奥巴马还建议他不要去选。所以这一些呢，都是两个人先前有的心结，一直延续延宕到现在。到底美国政局会如何发展？剩100天左右的时间了，真的有可能翻盘，或者是出乎意料吗？请教一下亮哥，因为这一次确实啦，以前美国大选没有过这么精彩的峰回路转，跟看连续剧一样。您怎么样来看昨天拜登的这场演讲？没有任何新意，也不会造成人家的人心振奋啊。那个沈富雄讲了一个评语，蛮不错的啦。是，他说本来拜登已经在安宁病房了，那贺锦丽就是回到加护病房这样，所以还是很严峻啊，还是很严峻啊。那我们不能够看总体民调啦，美国总统大选没有人在看总体民调的。是。那希拉蕊2016从头到尾都赢啊，最后还是输啊，所以要看各州民调。那各州民调就是那7个关键州，你能赢多少啊？所以为什么奥巴马会做这样的判断？奥巴马支持那个 Mark Kelly 是有道理的因为 Mark Kelly 他不是典型的政治人物，他是太空人，是那后来就当了这个亚利桑那的参议员嘛那我觉得奥巴马就是在想，应该要取一个中间偏左的，不要那么左事实上，川普那边现在已经把希拉对那个贺锦丽做了定位了啦，就他比 Bernie Sanders 还左，这样他就直接这样批他说我们要找一个极左翼的人来当总统吗？那当然，到时候你就会看到他在加州的表现啦比如说他关心的议题可能就是堕胎啊、两性平权啊、少数族裔的权利啊。美国总统大概没有人是这样出身背景的啦，我真的没有看过那大概只有那个麦高文那麦高文就是输得一塌糊涂嘛，就太左就是你总是要关心那个全国经济吧，是关心一下全球政治吧，因为你毕竟是那个全球领导者嘛。对。可是贺锦丽从未表现过他在美国经济、全球政治的观点这个后续他一定要接受一些比较严肃的专访这个包括电视啦，还有杂志啦。9月10号就印账来了，就要跟川普辩论了坦白讲，我昨天就已经看到川普已经在对贺锦丽做定位了，他把他加了一个绰号叫做 “lying camera”， 说谎的贺锦丽，已经从 laughing 变成了 lying 了。他现在讲 lying 像 lying。那当然，他的川粉们还是很多人在讲 laughing 可是他现在已经开始讲 lying OK。那他主打的一个点就是说，贺锦丽你要诚实说，你难道没有看到拜登的心智能力在下降吗？你为什么隐瞒我们？川普等于是要打他说你说谎了，就说你跟那些民主党的高层都说谎嘛，因为拜登早就不适任了嘛，那你为什么不说真话？然后共和党也用这个逻辑进一步要求拜登要辞去总统，说你既然因为心智能力有问题不能参选总统，那你还能当总统吗？还有半年呢，那不是多危险啊！没有他的任期到1月20号那接下来1月20号，我们这个国家岂不是进入空转状态？而且讲白了啦，事实上连美国的外国的盟友现在都直接在跟川普打交道这个其实是对现任政府的极不尊重那个匈牙利的那个欧本，这个不意外，连麻生太郎都偷偷跑去见川普了还有泽伦斯基跟川普打电话，你把我拜登当成什么
而且他还讲了一个例子，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因为拜登最近在白宫做了一个授权令，对，说把乌克兰重建的相关工作，那把这个授权给财政部长跟布林肯来做决定。是，那川普就说，为什么没有给贺锦丽？我觉得这一点呢打得漂亮啊。他说，你看拜登连这个重要的乌克兰重建的相关的决策也不交给你啊，所以你这个人怎么能当总统啊？所以我觉得川普真是蛮厉害的啦。那这些问题贺锦丽到现在没有回应。哦，打的好像还蛮到点的哈，像那个按摩有按到穴道那种感觉。来请教一下吴老师。其实我们这几天在看这个贺锦丽哈，感觉上来要带领民主党的气势哈，然后要试图要翻盘。他们现在讲翻盘，对，不是只有保住国会而已，他们要赢得胜选。那我就看了一下这个整体的民调哈，538这几天新的民调也都出来了啦。总体民调还没有出来很多，大概像这个路透社委托 Ipsos 做的，还有一个最新的是这个Big Village 啊。那当然这两个互有消长 ，Big Village 川普还是赢贺锦丽大概1到2个百分点。对，但是这很有趣，路透社的这 Ipsos 它是倒过来，贺锦丽赢了啊。是，那当然是蛮有趣的是这种总体的民调，我们要看长期而且多家的比较，包括 YouGov 啊，包括其他 Winnipeg 这些我们都要看，然后再来去评断。但是呢，刚才亮哥也讲，我们知道看这个总体的不太准，还是要看的是各个摇摆州，特别讲宾州、密西根和 Wisconsin， 然后再来是这个内华达、亚利桑那跟乔治亚。那当然这几个州哈，像宾州目前哈看起来川普还在领先宾州啦，所以民主党现在很紧张，是宾州如果输掉，基本上就输掉了。因为我们常讲嘛，得宾州者得天下，这个很有趣哈。那这个未来的走势，贺锦丽势必要打得更积极，而且更有弹性啊，然后试图让川普犯错啊，让他犯越多的错越好啊，激起这个所谓反川主义啊，来整个票凝聚，他才能赢。第二个就是贺锦丽要把自己的人格魅力拿出来啊，他必须要有更强的吸引，不仅是年轻选票、中间选票，甚至少数族裔选票，他要有更多的政策牛肉，因为毕竟美国的选民都说，贺锦丽感觉不错啊。女性，可是我们需要多听听她讲的政见，毕竟她讲的政见太少了，而且过去她的一些我们讲施政事迹哈，她也不够形塑完整。举2个例子就好，我就举这个移民跟这个所谓堕胎的案子，我觉得这2个未来是下一次辩论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贺锦丽是不是能反败为胜的关键了。那在移民的上面，我们也讨论过。他曾经拜登把这个移民的大问题、大重任交给他。他一上任的时候，对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中美洲有北三角国家哈，这个委内瑞拉哈，不是瓜地马拉、尼加拉瓜跟洪都拉斯哈，这3个啊，那他们的大量移民跑进了美国境内、墨西哥境内，那他们是说，但要从源头根源去着手，所以他们要改善这3个国家的经济。情况，希望藉由改善这3个国家的经济情况，能降低移民蜂涌至美国。但他在这方面也没有展现出非常好的成效啦，而且没有做好很好的公关哦。我想他可能接下来要试图让他的长才展现出来，特别是他讲话的方式，因为还有很多美国人认为他讲话是个灾难讲话都不太到位那当然在堕胎方面，他展现比较积极，而且他是很支持这个要这个反对共和党的堕胎的，因为他们罗素韦丹一旦成立了，让很多可以去堕胎的人反而不能堕胎，这点贺锦丽他是非常的 care， 而且他在加州担任参议员的时候，他们也试图用了很多法令，就是对于那些限制堕胎的州你必须要有证据，而且要有医生呢，如果你不让人家堕胎，你要有证明，你要展示出你的这个所谓的对医生的合格的测试所以他们在这方面我想。贺锦丽还是会把他过去做的政绩拿出来，就是包括他在堕胎上面，他非常的跟民主党走在一块啦，所以为什么人家说他极左嘛？但是他还是有许多地方可能会被这个川普拿来打包括在他任内，他在这个加州担任这个检察总长的时候，他那个零元购的问题，就是他失误造成的那当然这一点方面，我想你是在加州，然后造成这么大的东西，你必须要有适当的去润饰。而且你要抵抗这个川普，接下来要把你用无所不用其极把你抹黑，打到这个极左一旦他把你打到极左，你的选票就会越来越低，因为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他们对于一个极左的候选人势必还是不会那么赞同，
虽然说呢，现在这个贺锦丽看起来他是以内政为主啦，但是在过去这4年，大家就开始在问，他做了什么样的政绩？然后忽然你想要回想的时候，很多美国人可能会开始讲说，好像你很难具体的去讲出多少，又或者在政治上面，虽然他有选过副总统，但是他是不是有经过完整的检视，现在都会被一一拿出来讲了。请教苑老师，美国的选举跟我们其实是个人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因为美国在世界所扮演的霸权角色，尤其对台湾目前为止的话呢，真的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拜登的立场还算是有一点谱了，但是就是年纪大了，大家就开始怀疑美国总统的候选人搞了个拜登之后，突然搞到最后实在是没办法，错误百出啊！这个普京跟泽伦斯基都混淆在一起，这个大家都已经根本都不晓得怎么办了。好，那现在我讲贺锦丽。贺锦丽是这里头当中的话呢，他有3个机会，我觉得贺锦丽机会不大了，也不要埋怨奥巴马没有支持他，因为奥巴马觉得说参与美国政治，既然要搞民主政治，就为了要选胜嘛。那贺锦丽本身，首先第一个，贺锦丽是有黑历史的，当了这个政客人物的小三，这个其实讲起来对一个那个大家要了解啊，美国是一个对道德本身来讲是非常非常尊重的，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个美国只有纽约州跟这个加利福尼亚，而搞不清楚美国中西部，美国是个很保守的基督教国家了。第二个呢，贺锦丽的人格上来讲，我一点印象都没有，除了他非常喜欢大笑以外，刚刚我看电视都是哈哈大笑，没有停过的大笑。那除此之外，我不知道他讲什么。另外，最近他在能力上来讲的话呢，我就是特别注意到一件事情非常有趣，就是他这个能力当中讲话的时候，那上次我很认真的听一下贺锦丽的评论 AI。从头到尾评论的话呢不清不楚，真的还不如我啊！我是学哲学的，评论都会比他好一点。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讲什么东西。那贺锦丽讲话很多都是这种情况下，好像是用律师的语言，就是主要是修辞。我讲一下3个，贺锦丽只会加深美国的分裂了。首先，第一个，拜登当初找他的时候，根本就是叫他以他特殊的少数啦、女性啦，然后这个白左了这个立场来当他的副总统。然后之后，拜登没有把任何事情交代给他过了。没有做过任何事情，唯一叫他去做的就是处理边界的那个偷渡的问题，他自己连边界都没有到，然后居然口出狂言，要给边界的每一个这个非法移民医疗健保。大家知道医疗健保在美国是非常敏感的议题啊，就是美国人都不一定有健保啊。另外的话呢，他的左派，其实我觉得强调他是一个极左的疯子的话，有一点侮辱左派的感觉，因为他不是真正的那种社会平等的左派，他是基本上你不喜欢什么我就偏干什么的这种左派。另外的话呢，他有一个强烈对比，因为他不应该对比到这个川普了，而这个里面他应该对比到川普的副总统候选人叫范斯了。因为他们的话呢，然后是完全相反的对立一个是少数民族实现了美国梦，另外一个是红脖子对于美国梦极为失望一个是这个印度跟非洲裔的混血，另外一个就是纯种的白人。那就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就会发觉现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分裂的现象。但其实呢，在现在的这个国际上面来说，大家比较看到的是，其实美国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它重要？因为世界局势在改变。目前呢，在美国，他们五角大厦呢发了一个新的报告出来，很在意的是什么？是呢，在这个机圈这一边，是不是中俄联手了？然后呢，又看到了俄罗斯这边图95呢，还有中国的轰6进入了阿拉斯加 ADIZ 之后，他们的战机赶紧升空来拦截他们。而且呢，现在不只是这样而已，最近呢，刚刚要开始的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空军，还有中方空军的猎鹰之盾军演，好，这件事情华盛顿这边非常关切，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呢，在中东这边他们有什么？他们有 F-16啊，他们有幻象啊，好，这一些呢，一旦他们要空中军演的时候，实打实的，这不就是等于在帮中国练功吗？这一件事情呢，就让华盛顿这边很担心，中方会借由这一些的演习，收集了这一些战机的情报，又或者是这些战机的性能，对他们的战略性作战上面更加了解。但其实在去年的演习上面呢，就已经有人在卫星图上面看到了2架的波音 C-17A 全球霸王的重型运输机了。这一些通通呢，都是让美国这边是比较在意，
而且是比较介意的。另一个更介意的则是航母被偷拍，事情发生在南韩，所以有3位的中国留学生跑到了釜山，用空拍机去偷拍美国的罗斯福号，当场就被韩国的警方给逮捕了。同时呢，也依违反军事基地还有军事设施保护法等等等呢，直接去进行调查。罗斯福号会开来这边，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上个月的时候呢，是跟美国、还有日本、还有韩国的自由之刃多域联合军演。好，之后呢，他们在这边没有直接先开回去。中方的这个举动会让大家问：真的是留学生吗？他们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好，另一个呢，则是现在美国呢还是持续的在制裁支持朝鲜导弹计划的中国个人还有公司，这一些呢，其实就是在整个世界局势上面、军事上面的发展。另一个讲到的军事，则是大家很在意中非之间目前的状况。菲律宾最近对于中方提到中国，他们可能就会突然神经都绷起来，因为传出啦，他们的市长竟然是中国籍的间谍。好，这个呢是菲律宾的一个市长叫郭华平，那现在发现他是涉嫌参与当地的线上博彩公司人口贩运案，人已经跑走了。这个菲律宾这边的政府进一步去查，才发现他竟然呢真实身份是中国籍的，而且是中国的间谍。开始就有知情人士出来讲了说，你们知道吗？在菲律宾要买一个伪造的身份证、出生证明、护照、驾照3合1套餐，竟然台币大概16、17万就可以全部买到。他们想问的是，有没有可能有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中国间谍渗透到了菲律宾里面？好，菲律宾现在开始在讲了，这个是心理战啊。所以呢，小马可是开始扫把这一些离岸博彩这一些外籍员工通通扫荡，不法的不要破坏菲律宾这边的治安，而如果说呢被发现的，通通给他送回去。他们就讲啦，这个产业里面呢说大概聘雇了2万名员工，大多数都是来自对岸。同时呢，两边民间的整顿之后，军事上面该谈的安全措施还是得做好。所以呢，在海上的部分，菲方讲了，南海的补给先前不是有磋商吗？现在是希望啦，我们可以按照先前补给的问题达成临时安排。中方这边回应就讲了，好啊，可以啊，那就言行一致，说到做到，不要节外生枝。但菲律宾的讲法是说，那我的理解跟你的理解一样吗？我的理解是，我们按照这一些的协议来进行运补，可是我们没有同意你登船检查哦。双方看起来达成的是很普通的共识，但是内容实际要怎么执行，好像还有变数，就想要请教一下亮哥了。因为呢，现在从美国到整个亚太，对于中方来说，其实美方这边是有防范的。首先看到了中俄在阿拉斯加这边让美加战机通通都升空。这个事实上，这一节的内容就是中国的力量在向外扩张嘛。那有的是直接表现在，比如说俄罗斯军机进入阿拉斯加的附近啊。那以前就发生过船舰嘛，这个趋势难以阻止了。因为这个北极的合作，中俄都已经在联合声明里面直接写进去了，而且双方确实有很大的互补性啊。因为破冰船，俄罗斯大概拥有50艘，全世界最多的。那俄罗斯的北冰洋的港口需要中国协建，这基建的问题，所以双方真的有很大的互补性啊。所以，而且中国大陆因为有欧洲很大的贸易嘛，如果可以透过北冰洋到欧洲，那大概可以省4个小时以上哦。那尤其是大量的一定要用运输船嘛，你中欧班列那个量绝对比不上用运输船哦，所以这个趋势难以阻挡啊。那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就阿联酋跟中国这个军机的演习，这个真的是匪夷所思啊！我坦白讲，我看到我是非常惊讶啊，因为美国怎么会事先不知道呢？怎么没有去阻止呢？其实阿联酋跟中方，坦白讲，他就是第一个用华为的这个中东国家了。而且他的华为在2019就开始建制了，而且他非常坚定，他坚定要使用华为因为他想要成为那个数位货币，就是人民币啦，金融中心。所以
我觉得中方一定会要求你那个电信一定要用华为嘛，因为那个有秘密的问题了。那美国去威胁他说，你如果要这样，那我 F-35不能卖你。那阿联酋就不甩美国啊，他说让我去买法国的就是这样啊。那现在还进一步买了法国之后，竟然跑来跟中国做演习这个得罪可大了啊！这个如果这个，因为我们知道阿联酋就是沙特的弟弟了，所以这个沙特没有点头，我估计他也不敢啊。所以这个恐怕，这个恐怕美国会伤脑筋啊！就是怎么中东这个地方两个跟美国比较亲的阿拉伯国家，这个沙特跟阿联酋现在变成这样啊？因为那个沙特最近可能还会买一堆中国的军备所以它相对于美国的军事上的自主性，看来是越来越高了啊。那这个大概就是对美国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了。那另外那个中非那个协议我觉得真的有点怪我觉得是有一些话被人家说出去了，那造成菲律宾觉得没面子，所以又有人要出来否认我认为应该就是真的了可是这种话不能讲，外交上有一些话是不能讲的可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大嘴巴就把它说出来了比如说登舰检查这个不能讲就是彼此有一个默契说仁爱礁你以后不要来乱了，那我会让你那个水跟粮食可以做补给那我短期内也不会去拖它那就讲到这里就好了可是人家就会觉得奇怪，说中国如何查验你是水跟粮食他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偷运建材所以就可能就有人问了，那结果就有人回答说，那他可以登舰看那这个我觉得菲律宾一定有一些鹰派觉得这个不能对外讲所以我的感觉啦，我的感觉应该就是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默契了可是就是媒体在登嘛，那当事的那些菲律宾的单位他就不能承认可是你不这样你要怎样？因为目前中国大陆公布了那个海洋生态的调查报告，他就说你已经造成海洋污染，那中国大陆也没有退路就是如果这样下去，那中国到最后是一定要拖走是，那拖走那个不是局面更糟吗？所以我是觉得，反正就是发生这么件事我认为他们是有默契，可是有人把它说出来，那就在破局的边缘这样。到底最后这个还有没有办法如期进行？请教一下苑老师，你怎么样来看？我先强调一下这个进入阿拉斯加的这个附近里头就中国是跟着俄罗斯的图95式轰炸机，那轰6当然也是轰炸机，这里头基本上是耀武扬威嘛，就是说你平常强调你来我这里我就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个基本上的话的。不过我强调这件事情，因为俄罗斯本身来讲，在阿拉斯加，你看到它基本上就在它的领土当中飞过来飞过去的这个就是借着机会，主要是因为以前都没有过这么近接近美国本领土嘛，所以它本身的形式意义非常重要，美国本身也心知肚明。但是当中提到那个阿联酋的事情我倒是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因为从去年的10月到现在的话呢，整个这个中东地区对于美国给以色列无条件的支持感觉上是好像是让他们这个，你刚刚讲说他跟沙特之间就是属于，就是说中东地区大家一般来讲认为说沙特本身做不出来任何的像个领袖的样子，然后拿美国对于以色列的支持也没有什么办法。这个基本上的话呢，用这种事情来做一点反制就是确实是让你感觉到说不可置信、匪夷所思的结果，然后达到一个相当，我觉得是对于美国一个直接表达一个反抗这个我觉得从这种角度来讲，但是我觉得有一点重要的是，大陆的保密以及这个阿联酋的这个也。保密这件事情到现在出来以后，也没看到美国做什么样的反应也足以说明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确实是下降，这个情况非常重要的。那另外有关于菲律宾的事情的话呢，我觉得你要从几点角度来看首先的话，我认识的菲律宾不少，
首先那个郭丽萍啊，这个市长，大家要了解啊，什么买个护照什么就可以变成市长，这个有一点胡说八道，你知道吗？啊，你要当市长的话呢，菲律宾的华侨，我跟你们讲啊，菲律宾的华侨的话呢，你爱哪一国啊？你基本上的话呢，这是最敏感的议题啊！我必须强调，就是说菲律宾不是不知道有很多华侨在，而且菲律宾知道他们的有钱人很多都是 Chinese 啊，但是。这个基本上这是个非常敏感的议题，因为菲律宾人用什么语言？你要选举要讲 Tagalog 啊，对不对？那基本上的话呢，这个不是说买个护照就学会这个语言，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然后另外的话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说大家要了解，菲律宾是一个极其要面子的国家，非常要面子，而且人口1亿啊，岛屿7000多个，不小啊，非常大，而且很丰富啊。那为什么治理成这个样子呢？最主要的原因啊，就是菲律宾的话。情况来讲，人家治理的好不好，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实际上，他们的民族主义是非常强的。那在这种情况下，跟这个大陆签了这个协同的这个条约啊，里面说不准上传的，要上传来检查，他们当然要讲，要表达立场，否则的话，小马可斯都不要干了。然后第3点非常重要的是，前一阵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大陆的那个船已经是水炮又开，而且是密集的开，2艘一起开啊，就说对他们来讲已经构成了实质的压力，而且他们本来也是搞了很多摄影记者在那边拍嘛。的那种结果都是录下来的话，那这个感觉到危险比例差非常大，那个船好像差了将近有7、8倍不止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菲律宾现在目前为止，只要在有面子的情况下，把这个仁爱礁的座谈的马德雷3号啊，看看大概慢慢就自然解决，能拖就拖，不能拖就算了，就大概是这种情况。是，请教一下吴老师怎么看？我来讲一下中非的问题哈。现在除了我们讲这个马德雷3号仁爱礁事件、铁线礁哈，这是2个冲突点之外。这几天的新闻，我们也看到菲律宾跟越南就什么大陆棚事件，向联合国大陆棚委员会提出申请，他们要扩张大陆棚。是。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呢，不但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呢发表了抗议，连我们的外交部也抗议，很特别哦，很特殊哦。所以我特别往这个新闻去查了一下，就发现第一个大陆棚这个议题，我觉得知识体大了。为什么？第一个会问什么是大陆棚？大陆棚是什么？因为我们通常在讲2个国家，通常最有关系的是经济海域EEZ， 因为经济海域在南海那边，每个岛屿大家都说它的，结果大家的经济海域都交叠了，这是最大的问题。是当我们不管是马来西亚也好，中国、菲律宾、越南也好，或台湾也好，我们在讲说，哇，我们这些岛屿是我们最重要是经济海域太交叠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太平岛没有划所谓的领海12海里的领海？因为我们不敢讲的话会遇到很大的问题。但这一次，菲律宾跟越南他们突破了，他们往大陆棚、往海底下想要去争取他的权利。大陆棚是什么？我把这个图片给观众看一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A 的地方A 是我们在讲这个就是海滩啦一般我们玩水不会玩那么远，这是海滩啦B 就是大陆棚，大陆棚的意思就是在这个水面底下，就是你的领海基线往外水面底下200公尺深的地方呢，它就叫大陆棚。它简单讲，它是一个底坡啦，你可以叫大陆架或者棚架或大陆棚，只要是200公尺深的地方都可以叫做大陆棚。大陆棚可以分内陆棚、外陆棚都可以，但它只要是200公尺深，它就属于大陆棚。简单来讲，它就是一个国土的向下延伸啦。那是什么意思？南海有很多地方它只是大陆棚而已，有很多像中越岛的地方，它是大陆棚的概念那简单来讲，当你的大陆棚往外延伸，你可以延伸到别人的大陆棚底下。那这一点在我们的太平岛就是一个很大的例子，就是菲律宾他强调说，他现在申请是西巴拉望地区从200公里的大陆棚要延伸到350公里，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权益。那当然那个联合国大陆棚公约讲，当大陆棚的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要有2方的当事人，就大陆棚的划界呢来确定大陆棚要划在哪里。菲律宾、越南不会跟我们划。他也不会跟中国划再来是，如果2边都不想要划，那就以中线来决定大陆棚。大陆棚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那边可以开采石油、天然气非常重要。它在底下可以挖东西所以这一次我想菲律宾跟越南他们又想出这个奇招我觉得蛮有趣的啦。这个南海又是一番非常重要的这个争夺，我想。是好，其实呢，在现在除了说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中东这边的一些局势变化之外，最近啦，大家看到了中方在中东这里的着力点，大家也开始意识到，好像
现在中国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个呢是北京宣言，是中东的北京宣言。好，他把所有的巴勒斯坦的这一些组织啊，通通都告过来，里面当然就包括了法塔，还有哈马斯的代表。大家一字排开，好，14个派系代表签署了一个北京宣言，讲的就是什么？我们以前一直纷纷吵吵闹闹，现在大家坐下来，为了2国方案，为了让我们能够独立建国，大家内部和解吧。这么样一个结果，其实联合国、欧盟大家通通都是表达支持，更不用讲他们的中东兄弟们了。好，可是呢，问题来了，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美国反对了，美国就讲说呢，那之后呢？之后如果说真的是要来治理的话，那我们反对哦，反对哈马斯参加战后的治理哦。以色列更是直接讲，这个宣言根本就不应该存在，不支持哈马斯发挥作用，甚至是谴责中国促成协议，还说了这个呢就会让未来在这一个地区让哈马斯呢采取拥抱的态度，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毕竟要站到一兵一卒嘛。这已经是中方在中东第2次担任调停者的身份了，而且呢，以前确实很多人都不认为这个东西有办法达成。那目前呢，以色列这一边他们是直接先到美国去，那纳尼亚胡人在美国举行了一个国会演讲，强调两边通通是站在同一阵线的。来听他的当时谈话。For the forces of civilization to triumph, America and Israel must stand together. We're not only protecting ourselves, we're protecting you. Our enemies are your enemies. Our fight is your fight, and our victory will be your victory. 好，讲的都是说美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划等号，可是问题是美国大哥在讲话，拜登好了还是大哥啦，哈，拜登呢他曾经有提出3阶段的这个以哈协议方案，要结束战争，但是纳塔尼亚胡即便来到了美国国会，都是怎么说的？都是说要带所有人质回家，同时呢要摧毁哈马斯所有的军事能力以及在加沙的统治，不会妥协，那表示没有要止战的意思吗？先前瞧的，现在看起来好像都不算数。纳塔尼亚胡就是要站到最后一兵一卒，而在场外呢，则是有数千人直接跑到了华盛顿街头，跑到了国会山庄外面抗议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美国人现在呢是跟他们站在一起。好，同时呢，他们也讲加沙这个战争现在已经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伤，他们无法接受。但是即便呢场外有这样子比较激烈的抗争，好，以色列总理纳塔尼亚胡依旧是讲说这一些人呢，他的讲话也是很直白，叫做伊朗有用的白痴啊！这个讲话呢，就变成了完全的双方呢，就是没有再留任何余地了。好，可是中东这一局，美方现在讲了，还算数吗？另一局一样是战争，俄乌战，是不是也开始换大哥协调看看？王毅现在在广州会晤的是乌克兰的外长，他希望能够促成俄乌会谈。好，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在战后第1次到中方这一边来，强调的就是中方啊，现在一定能够发挥作用，我们愿意谈判了。同时分析也说，中方现在呢，是不是也希望能够来当一个和平调解人，扮演这样的一个形象？那哈德逊这边的专家呢，特别提醒大家了，中国是没有参加瑞士和平峰会的哦，因为那一场俄罗斯这边没有去，俄罗斯不能去。欧美的态度现在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欧盟这边呢，其实8国的财长呢，特别的还是在批俄罗斯的，讲的是普京呢在兜售谎言，同时呢还讲说，如果担心俄乌战明天就会停火的话，俄罗斯呢会继续要2次攻击欧洲。美国、英国这一边呢，大家认为他们应该是同一阵线。英国的总参谋长强调，3年内必须要做好跟中俄伊轴心国邪恶轴心作战的准备，不论他们是赢还是输，我们一定要赢。好，换句话说，中方跟俄罗斯现在画在一起了，当事人想要协调，但是好像旁边的哥哥姐姐们不是很希望。请教亮哥应该怎么样来理解？2场战争持续在打，但是现在呢，中方开始希望能够扮演一些角色了，而他们再一次在中东这边签下了一个宣言。我觉得中国这个基本上是整合巴勒斯坦内部的不同的政治势力了啊。
那这个当然很重要，因为未来加沙如果要建立战后的政府啊，那本来各国的大部分的希望就是由那个巴勒斯坦人自己来自主政府嘛。对。那本来是约旦河西岸那个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过来，可是哈马斯是地头蛇啊。你当年法塔赫也是被他赶出去的啊，所以你不可能说你要把哈马斯排除，然后要在加沙建立有效率的政府，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啊。除非你长期驻军啊。问题是目前美国跟以色列就是这样主张啊，因为以色列跟美国都认为，加沙战争结束之后，如果哈马斯参加了那个新的政府，那最后这个政府还是会被哈马斯控制啊，实质上控制了。那历史上是不是这样？历史上真的就是这样，就是你那个阿巴斯根本就是没用的自治政府啊。那当年在黎巴嫩真主党那边也是一样，事实上那边本来联合国也有做一些安排，那后来就是都被他吃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两难呐，就哈马斯就是比较凶悍嘛，这是事实啊。那在这里坦白讲，真正的矛盾倒不是巴勒斯坦内部的不同力量怎么和解了，而是那个哈马斯跟以色列怎么和解了。我觉得这才是根本问题，因为你如果没有达成一个以色列可以接受的方案，以色列根本不会撤军啊。是，那以色列不撤军，谁能把他赶走啊？这个地方谁有能力把他赶走？中国大陆在这个地方也没有军队啊。对，你从吉布提那边能过来吗？那数量也不够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实质的问题，就是中国大陆目前都是做外交的努力啦。可是如果真的卡到了军事的矛盾，那你怎么办？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非常现实。其实坦白讲，那个俄乌和平也一样啦，就是会卡到军事矛盾嘛。比如说俄罗斯如果坚持要那4个邦还有克里米亚，那不撤军，那你怎么办？事实上，普京目前提的方案是说我超过那4个邦跟克里米亚的部分，如果乌克兰愿意停火，那我超出这4个邦的军队可以撤回家。他并没有说要从4个邦撤军啊，头都洗下去。对啊，从来没有这个方案。所以你说俄乌和平要怎么谈？你乌克兰如果不接受现有的边界，你要怎么弄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两边的问题对中国大陆来讲都是一样的困难，就是强的那一方不愿意真正撤军啊。那除非战后的秩序你让我有决定权啊，我觉得目前就是卡在这里。那不管是中东或者是俄乌，都相当困难。都很困难，但是问题是呢，战争大家都希望尽快能够解决，而且是和平解决。我们先接广告，等等回来继续说。好，我们刚刚讲到了，现在呢，中方开始试着是不是要当一个调人的角色，不同的形象。想请教一下苑老师，因为现在呢，不只是中东，不只是俄乌，好像他们都出手了。我认为中国干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不起到什么程度呢？应该得诺贝尔和平奖啊！不过真的是没有希望啊，因为中国干的这个事情啊，我跟亮哥不一样啊，亮哥是学国际政治的，我是学哲学的，亮哥基本上讲现实，我讲理想啊。我们现在要了解巴勒斯坦人现在惨不惨？为什么纳坦雅胡到美国去演讲的时候讲那么凶狠的话？门口里面都烧美国国旗，在美国烧美国国旗是很严重的事情啊！大家了解啊，电视机观众，你们前面要了解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愤怒？为什么我们每一次都要强调说，人类的发展一定要讲理想，不能只讲现实？为什么中国本身能够聚集巴勒斯坦14个交战团体，这些都是武装团体啊？法塔赫再加上哈马斯，他们本身原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因为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于所有的殖民地的国家都是采用分裂的方式来进行它治理的目的，印度啊什么巴基斯坦啊什么的，通通都是这一套，马来西亚啊什么，通通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团结的巴勒斯坦才有一点点希望。原来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王毅就已经说过4点原则，第一个就停火，第二个就是协商，第3个就是国际法，然后第3个人道主义，第4个国际法。今天这个巴勒斯坦的人到了北京里面做了这件事情，他们发表了北京宣言，是为大陆的外交地位做多啊。那么这样子做多的情况下的话，同时形成强烈的对比。我对于纳坦雅胡在华盛顿的演讲抗议示威的人的话呢，唯一感觉到一点不满，就是说他们只会对以色列的纳坦雅胡一个人示威，他都没有注意到和平的方案要按照北京宣言的内容来做，因为巴勒斯坦人建国是巴勒斯坦人的事情啊，他们没有办法啊。巴勒斯坦人目前为止光死掉的妇女加儿童都2-3万人，大家要想想看。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消息，我觉得真的非常难过。以色列一个士兵的话呢，这个狙击手他瞄准的居然是一个7岁的小孩然后一枪把头爆掉了。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非常难过。然后那个小孩的话呢，就是另外他旁边站那个10岁小孩，就是拿了一个木头枪，讲说将来要加入哈马斯所以说大家要了解，冤冤相报何时了？我们已经讲了很久了都快1年了，对不对？大家心里要明白这件事情，中国本身针对于世界的和平要努力。所以我在这边的话呢，郑重的宣告，我认为西方国家讲了一大堆的理想、民主、道德，其实都是讲给自己听的，基本上都是骗人的。我认为中国干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好，我们等等广告回来，要请吴老师帮我们总结。节目最后，请吴老师帮我们总结。我们看这一次纳坦雅胡到美国国会演说然后大家就开始想说，什么时候可以真的结束这个战争？当然，我们看一下，还是如果是贺锦丽当选，我们把它拉回贺锦丽好了。刚才亮哥讲了，到底谁可以真正停火？那其实贺锦丽在这个所有外交政策上面，大家讲他是拜登2.0啦。不管是在北约上面，他也在慕尼黑峰会上面讲说，他支持这个拜登的北约政策嘛。至于支援盟国、支援乌克兰，在这个东海南海议题，甚至中国议题上，他也是把中国大陆视为竞争对手与敌手但是在中东问题上面许多学者专家认为，可能这是贺锦丽可以突破一个他不是拿香跟着拜，不是拜登2.0的一个地方有几个现象指出比方说美国情报公司这个 Sufan Group 他的研究主任 Colin Clark 说，在拜登放弃连任之后，贺锦丽有机会在加萨战争这个地方我们讲重新开始。简单讲，就提出他的新的看法，就是不要跟拜登一模一样了，因为在这个加萨战争，在这个哈马斯战争，拜登就是很大的败笔，就是你就支持了以色列人，让这个年轻人或者是少数族裔甚至阿拉伯族裔对你在这个地方非常不满，就一直掉分嘛。不然密西根州，我想密西根州里面有很大的阿拉伯族裔大概是占全密西根1.6%的那上次拜登在这边赢川普是赢了2.8%，那你怎么样让密西根州赢下来？你这个阿拉伯族裔要很重视那我觉得贺锦丽在这方面他会有一点作为，因为你要赢摇摆州才会赢嘛，所以他对于这个加萨战争他会有一个新的看法乔治城大学乔治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的公共事务学院的院长叫 Peter Lodge， 他说贺锦丽感觉要在加萨战争跟拜登划清界限他也又要跟